神仙体系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的神仙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上古。道教上古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见证，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像夸父精卫、愚公等等上古人物，都表达了古代人民与自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精神。上古可以说是众神辈出的时代，盘古大禹、女娲、祝融、轩辕皇帝都是耳熟能详的上古大神。神仙世界也像凡间一样，也在遵循着天道秩序。神仙里也有像凡间帝王一样统御众神的。天地有5个天地，按照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来命名，即5方天地。在不同的时期，5方天地也是不同的。本期跟大家聊的5方天地，东方青帝太昊。太昊伏羲氏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，也是神话传说里的创世神。上古神话里，伏羲氏与女娲为兄妹。相传华胥氏到雷泽游玩时，一不小心踩到一个巨人脚印，这个脚印是雷神雷泽留下的。从这以后，华胥氏便有身体被蛇缠绕的感觉。雷泽为人守龙身的形象，然后就有了身孕，且这一孕就是12年的时间，最后生下了一对孪生兄妹，名为女娲和伏羲。伏羲悟出阴阳八卦，以一化开天，划分乾坤，于是天地就产生了，并且伏羲定制了婚嫁之俗，还教会人们如何结网渔猎、饲养家畜。此外还发明陶埙、琴瑟等乐器。南方赤地神农，说起神农氏，大家最熟悉的是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故事。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所必救。当此之时，1日而遇70毒。神农为了天下黎民，亲自尝试数百种草药，最终因为食用断肠草而中毒仙逝。另外，神农氏也是炎帝，炎谷自行从2火，因此炎帝也是神话里的太阳神。神农炎帝的形象为牛首人身，牛在古代是耕田的重要工具，因此神农氏也是农业之神。神农之时，天欲速神农岁耕而种之，然后五谷兴著，百果藏实。神农氏教会了人类如何种植五谷，同时还建立了集市，让人类各得其所。中央皇帝轩辕皇帝是上古神话里非常著名的一位神话人物，为中华民族始祖。据典籍记载，轩辕皇帝是少典的儿子，姓公孙，名字叫轩辕，居轩辕之丘，号轩辕氏，建都于有熊，亦称有熊氏。关于皇帝最经典的神话，莫过于那场与蚩尤之间的上古大战——涿鹿之战。相传轩辕皇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，蚩尤兄弟81人，并兽身人羽，铜头铁额，食杀10子，造立兵仗刀戟大弩，威震天下。同时还有巨人夸父、风伯雨师等上古大神的帮助，皇帝最初处于下风。不过最后九天玄女女拔等加入了皇帝的阵营，从而取得胜利。皇帝从宁疯子那里得到龙锹经，学会了御龙之术，之后前往首山采掘铜矿，铸造铜鼎。铜鼎铸成时，有一条黄龙从天而降，皇帝骑上龙背，最后御龙飞升。西方白帝少昊白帝，姬姓今天是青阳氏，名少昊，又名玄霄少昊，轩辕皇帝长子，母亲为雷祖。白帝少昊是皇帝之子。《山海经》记载，白帝少昊居于长流山右西200里，曰长流之山，其神白帝少昊居之。相传白帝少昊出生时，身边有5只色彩斑斓的凤凰腾空飞舞着，这也就造成后来少昊部落以凤鸟为图腾。著名的神话人物太白金星，相传就是白帝少昊之子。太白者，西方金之精，白帝之子。上宫大将军之下，北方黑帝颛顼，颛顼也是皇帝的后人。皇帝与雷祖生下昌邑，颛顼为昌邑之子。说起颛顼，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共工与颛顼之间的上古之战。共工与颛顼为了争夺天帝之位，他们从天界一直打到了不周山。共工最后战败，他一气之下撞到西北方撑天柱，这样就造成天塌地陷。颛顼诛灭了共工之后，坐上了天帝的位子。颛顼在位时还干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绝地天通。最开始凡间与天界互通，随处都能看到天界与凡间的天梯，天神能随意下界，凡人也能到达天界。颛顼认为这样不利于治理天下，
于是就下令摧毁了天梯，自此天地断绝。仙是始于先秦，兴于魏晋，广为流传的仙的故事、诗歌和修炼等，是仙文化的基础。仙的共同特点是长生不老，各有神通，能实现凡人可望不可及的愿望，并能享受世间的快乐。这么一看，仙跟神好像是一回事，所以民间一般也是将神仙连在一起说。其实神和仙还是有些区别的，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神是死人，是死后受予以无肉身；仙是活人，是修炼不死，肉身尚存。不过无论是神是仙，都有着品级划分。仙是怎么划分品级的？首先是鬼仙，最低等的仙，指修道者未能炼至纯阳，未能长生，而死后一念清净，出幽入明，不生不灭，乃为鬼仙，也被叫为灵鬼。鬼仙的精气没有消失，所以能够长久通灵，而存在于鬼道的世界中，既不能轮回，又难以去仙界，终究没有所归，至于投胎就摄而已。在修炼中获得清明宁静的定力，具有预测、遥感、意识感知等灵感知，或聆听觉灵视觉等稳定的超能力，或依靠符咒法术能够稳定地展现超能力，则可认为修炼层次达到鬼仙品级。第二是人仙，人仙高于鬼仙，类似于修真小说中的修仙者。大多数的修仙者都能够修得一些法术，然后除暴安良，多行善事，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大仙。但修仙者们往往很难参悟属于自己的大道，如果不能遇到大的机缘，也只能止步于此。不过一生顺平没什么问题，人仙一般都掌握了气的应用，可以用气在体内自由运食，能够抵御外邪，疏通气血，达到百邪不侵、百病不生、延年益寿的状态，这也是人仙品级的标志。第三是地仙，地仙是指成就达到神仙的一半，但是具有神仙资质的仙。这类仙能够参悟一些道理，精通一些小圣之法，所以能够在人间永生不死，但是依然不能悟透道理，可以理解成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但还不能圆满。地仙级修炼者是以肉体不再受到衰老的限制为成就标志，另有发展方向不同者，则以近似于阳神力量的空间、物理作用能力为成就标志。地仙品级的修炼比神仙品级还要复杂多变，修仙者之所以到地仙级便不能再上一层，完全可以说是因为对宇宙三态叠加、存在形态的根本理论不了解，所以刚到了门口就以为是终极境界了。由此可知，在人仙鬼仙品级的修炼中，见解高低并不重要，一旦到了地仙境界，见解不到位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说修仙修道是智慧的成就，智慧不到位是不行的。地仙品级以上的修炼不可能再以业余活动的形态完成，必须断绝外援，专心修炼。所以有一定领悟道理的人大都遁出深山，与世隔绝。修炼所需时间因人而异，根基好的数年即可成功，根基差的则可能数十年不能前进一步。若在入定时见到了一个蓝色或紫蓝色的明亮光点，并能随时进入这种见到明点的定境，以此境界为基础起修，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光点的力量，则说明修炼层次已达到了地仙品级。能看到的光点就是需要参悟的道。然后是神仙，神仙也被叫做仙真，超越玄关境界，进入明体境界，以元神力量铸造阳神。神仙是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种仙人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就是地仙继续修行后成就的仙人，但神仙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是与天仙有什么区别。其实要了解神仙，看到关键的4个字脱至升仙，意思是脱离了肉身的仙。简而言之，神仙是没有肉身的。大家常听到一个神仙术语叫做羽化飞升，指的就是神仙的飞升方式，褪去肉身，飞升成仙。如果在入定时已经可以将地仙时看到的光点随意掌控，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光点，让光点的能量为自己所用，则说明修炼层次已经达到了神仙品级，代表到趋近圆满，已经大成。最后是天仙，天仙是最高等的仙，也叫飞仙大罗金仙。天仙是指地仙修炼到形神俱妙，功德圆满，能白日飞升的仙人。
简单一句话就是能肉身飞升的仙人。这种仙人按照现在的理解，可以将身体能量化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尽管鬼仙人仙也被称之为仙，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仙。钟离权就认为鬼仙乃清灵之鬼，非纯阳之仙，只是因为其立志于道，阴灵不散，所以被称为鬼仙。但虽曰仙，其实鬼也。人仙只是修仙者得到某种法或某种术，勤加修炼所成，然而他们不能全于大道，只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，安乐延年而已。地仙、神仙和天仙是真正意义上的仙，不过神仙也会被认为还是地仙，是地仙中的精英。这些精英的层次确实高出普通地仙不少，而且还喜欢脱离凡尘，前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继续修炼，所以就被称为神仙与普通地仙加以区分。总之，不管如何划分仙人的品级，归根到底还是修仙者对于得道成仙的一种追求，不能满足于眼前取得的一点点道行，还要知道仙外有仙，得道之路任重而道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